继坦克无用论、舰炮无用论、机炮无用论之后，现在又多了一个步枪无用论。如果说现代步枪发展到了极限，那没关系，事实的确如此。如果说在现代战争，步枪对战局的影响不大，那也没办法。俄罗斯步枪多吧，打了3年也没拿下乌克兰。但如果说步枪无用，作为一名重度轻武器爱好者，火力军觉得不能忍，这完全就是放屁。就目前来看，不仅是个人，还有很多重要的军事部门都轻视了步枪的火力和效果。其实相比较爆炸伤，枪伤的阵亡概率更高。5月20日，美国陆军正式宣布，新一代班用武器的 M7、M250 列入美军官方武器标准分类。言外之意就是这2款武器已经改完了，符合美军性能、安全要求，成为轻武器的下世代编装，并优先配发近战部队。预计2030年代全数替换基层部队的 M4A1 与 M249。在美军替换武器的当下，却又有人提出了步枪无用论。很多人认为步枪无用，主要原因就是现代战争的交战距离很长，步枪这东西在战场上没什么用，又因为防弹衣的问题，打到人之后还不一定能干掉，杀伤效率远不如火炮、火箭炮等武器。一轮精确打击下去，可能轮不到步兵出场，战争就结束了。以上这些问题，火力军都承认，的确不错，但是这不能证明步枪没用。很多人认为步枪无用，原因是在现代战场，步枪没什么杀伤力，远不如炮弹。俄罗斯2025年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乌俄战争非活跃作战期间，在战地医院里，枪弹伤的比例仅为 4%， 火炮弹片伤的比例为 20.5%， 而无人机包括带 FPV 所造成的伤员比例则达到了 75.5%。 于是就有人表示，步枪造成的伤员连无人机的零头都没有达到，什么用都没有。实际上，这些数据并不能证明这一点。就战场的实际情况来说，枪械的致死率要高于炮弹、无人机。在2024年，俄罗斯军事医学杂志刊登了一篇报告，数据就不再一一列了，大致内容就是枪伤的阵亡受伤比要远高于爆炸伤。挨炸的话，阵亡1个，受伤1个；但如果是枪伤的话，阵亡4个，受伤1个。原因也很简单，枪械的威力足够，并且子弹存在指向性。无论是 AK74、M4A1 还是 M16 都可以做到一发入环，但炮弹不是，其破片杀伤属于随机性质，无法改变破片的指向。根据俄罗斯对阵亡案例的分析，枪弹伤中有 33.9% 都集中在头部，而爆炸伤比较均匀，并且大部分都是轻伤。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战地医院里，枪弹伤的士兵会那么少，其他的都被干掉了，被统计的人都是能被送到医院抢救的。这种情况其实在2战就出现了。根据美军在波尔维干岛的战役中随机抽取的1788个步兵伤亡案例中，步枪和机枪所造成的伤亡的占比仅为 24.9% 和 8.4%， 但二者的致死率却高达 32.1% 和 57.6%。 可以说每3个步枪伤员或者每2个机枪伤员中就有1名士兵阵亡。相比之下，杀伤方式与自杀无人机或投弹无人机相近的迫击炮和手雷，致死率仅有 11.8% 和 6.2%， 大部分伤员都能顺利存活。在防护方面，二者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想要防住步枪子弹，则需要硬质插板防弹衣，但破片不是。如果不是在爆炸中心直接被炮弹命中，只需要软质防弹内衬就可以达到防护效果。实际作战时，步枪的杀伤之所以不强，主要原因还是步枪的自带属性问题。这东西的主要用途就是中近距离压制，因为双方都有步枪，都不想直接进行步枪交火。如果有哪一方表示步枪屁用，直接丢掉，单靠无人机应对前线作战，另一方就会直接快速突击，没有步枪阵地。而且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在2021年的时候，一名身穿忍者服的男子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机场向美军特种部队发动袭击，2名受害者轻伤。根据星条旗报的报道，这2名士兵隶属于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这证明了一件事，没有轻武器的步兵连拿冷兵器的中二病都打不过，在街头上随便抓个大头兵，再配上轻武器，面对没有武器的特种兵就是兰博。步枪的中近距离压制能力也造成了一个问题，杀伤敌方人员需要消耗大量的子弹，最多甚至能达到几十万发子弹才能消灭一个敌人。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步枪无用，则是作战距离的问题。现代战场的作战方式都是飞机天上飞，火炮在后面哐哐开炮，一直往复循环，直到胜利。双方军队面都没见到，仗打完了，步兵那不就是打扫战场的吗？这点虽然没错，但稍微有一点局限性。现代战场之上，火力的确很猛，特别是中距离的精确火力，可以说是发现即摧毁。而且无人机普及之后，步兵的侦察能力大幅提升，装甲部队的进攻突然性和攻击力降低。在双方谁都无法掌控制空权，利用地面部队争夺某一区域时，装甲载具其实并不能待在前线太久，因为很快就要被炸。稍微多待几分钟，敌方的精确火力就要给坦克来一套开罐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藏起来的士兵反而能存活更长的时间。结果就是以小股部队进攻的方式成为主流，步兵战车也只是一个载具，不再是战斗必备。在缺少装甲突击力量之后，想要打垮敌方，重点就是看谁的炮弹更多，谁火力猛，谁就能掌握战场主动权。这就是乌俄战场当前的现状。而对于步兵来说，没了装甲力量，步枪就是唯一的武器，不可能扔的。总不能依靠拳头发射龟派气功来对付敌方无人机与士兵吧？硬要说的话，朝鲜士兵或许可以不要步枪，在太阳的照耀下早已刀枪不入。这或许就是在库尔斯克战场之上，俄军为什么要派遣朝鲜士兵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进行自杀式突击。即使是步坦协同战术，坦克的作用也不是摧毁所有目标，而是作为一个可以暴露的移动火力点，从而压制对方，让步兵继续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步枪的中近距离压制能力就能派上用场了。如果步兵没有步枪，仅靠坦克执行任务，哪个国家能那么有钱，能做到人手一辆坦克？此外，在以城市环境为主的巷战中，交战双方70%的交火发生在200米以内。这个时候，无人机的确有用，只是如果敌方步兵冲到你脸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步枪。这东西不是无人机或机枪就可以代替的。无人机、火箭筒这些远程武器都只能说延伸了步兵的功能。而且在现代战场，除了中近距离压制这种自卫属性之外，步枪也能起到其他作用，加点料就行了。比如加装激光指示器、光学瞄准镜，充当信息节点，引导火炮或无人机实施精确打击。通过红外热成像系统，也能在夜间构建前沿感知网络。组合到一起的 AK 步枪也能用来反无人机，这点我们之前聊过。乌军6连装的 AK 成功拦截俄军无人机，甚至说一些配备射频干扰模块的智能步枪，还能对周围10米范围内的微型无人机实施定向电磁压制。当然，以上这些不再是步枪本身的功能，而是通过加装一些小配件，这里就不再多言。就火力军来说，现代地面战场一定是短距高频接触加中距精确打击，步枪依旧无可替代。步枪无用论自然也是谬论。准确来说，步枪无用这种说法应该是研发高端武器、轻武器无用。而就步枪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不太值得再去大力研发新型武器。一款兵器或兵种被淘汰，从来不是因为有克星，而是其存在尚未替代品。比如取代骑兵的是摩托化部队，而不是机枪。即使步枪无法影响战场结果，但只要没有尚未替代品，步枪就无法被淘汰。当然，如果是未来的话，步枪的确是无用，大家用的都是激光武器与电磁炮了。化学动力热兵器走到现在，在成本能接受的情况下，已经差不多到极限了。现代枪械的威力从2战到现在基本没有提升，步枪的更新也很慢。俄罗斯的 AK-74、美国的 M16 都用了半个世纪，在此期间无非是对细节进行修改，唯一升级的就是弹药，这是增大步枪威力的最佳选择。要么增加弹重，也就是从口径和材质下手，要么增加子弹出速，也就是改进发射药，从圆头弹到尖头弹，从 7.62 毫米到 5.56 毫米都可以加大步枪的威力。只是结构设计也是有极限的，材质方面要面临价格问题。就比如俄罗斯那边之前宣称为 AK-22 专门搭配了 6.02 毫米的弹药，利用钨材料提升弹头质量和密度，威力很不错，在300米的距离上可以击穿10毫米厚的钢板，即使在1000米的飞行距离上，子弹也能保证超音速飞行。俄罗斯这是觉得子弹动能差不多是极限了，但穿甲能力还能再进步一下。事实也是如此，现在的防弹衣和防弹插板只对普通子弹防护性能做分级，碰上钨芯也和纸糊的一样。但抛开价格说材质都是耍流氓，钨可是很贵的。
如果单个子弹造价太贵，注定不能大批量生产。而且近些年防弹衣也是越来越猛，激烈战斗的时候打中目标本来就不容易，难得打中一发，对手还有防弹衣。陶瓷复合装甲的普及导致 5.56 毫米弹药的穿透能力大幅度下降，于是美国推出了一个 6.8 毫米，但是就跟装甲与反装甲力量一样，二者的发展速度完全不在一个级别。现代防弹衣不仅要求防护功能，还要求具备多功能性，比如集成通讯设备、生命体征监测等。估计下一步就是外骨骼了。如果问未来步枪的发展，官方答案可能是模块化设计、无托化、智能化设计，可以选择3种不同长度的枪管，士兵可以根据枪管长度选择不同的枪管，以更好地适应战场。无托化设计的典型例子就是艾芬 F2000， 主打一个短小精悍，在狭窄作战环境中使用。智能化设计则类似 M7， 加个 XM157 多功能全自动瞄准系统，这东西就相当于火炮的火控系统，集成了弹道计算机、激光测距仪等设备，自动结算射击数据，直接傻瓜式瞄准射击。不靠谱的说法，那就是机器人时代来临，比如巷战机器人、外骨骼。对于步枪，火力军只能说别来沾边，我怕那些新概念武器误会，比如高斯枪，使用能量制造磁场推动子弹，来取代原本子弹火药推进，相当于电磁炮。如果真到了这个地步，战线上面都是机器狗、机器人，士兵则在后方喝着红茶看机器人大战，或者派遣无人机负责支援。实际作战时，机器人都是带着高斯枪就往前冲，也可以是其他新概念武器，比如澳大利亚正在研制金属风暴发射系统，该武器除弹头外无运动机件，身管就是武器，其优点在于电子点火，可高频齐射，直接一波弹雨过去，像什么低能激光步武器、压力喷射枪、次声波枪、粒子束枪也可以，都比现在这种化学动力的热武器好用。就结果来说，在现代战场上，步枪的杀伤效果下降的确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证明步枪无用。所谓的步枪无用论也是假的，等到敌人冲到点上，发现自己没枪，就不会再说步枪无用了。只有等到巷战机器人替代士兵，以及激光武器、电磁武器等小型化、化学动力热兵器才会真正无用。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高斯枪这种新概念武器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